错杀无辜，他爹可不是这样的人。华叔，你跟我爹跟了多少年啊？少爷，30年啊！我从8岁开始就跟在王爷身边。30年，东西在哪儿？已经到了，就在里边。少爷，你在这里等下我啊，我进去拿。徐无厌双眼一寒，身体如鹞子般拔地而起，几支利剑直接落在他之前站的位置，摇曳的剑尾无情地嘲讽着他的天真。徐无厌刚落地，下一秒几个手持刀剑的黑衣人凭空出现，攻向了他。片刻之后，黑衣人全躺在地上。为什么？少爷，别问了，是我对不起王爷，对不起你，你杀了我吧，我不会还手的。徐无厌一脸冰冷，手腕一转，一个用力把剑朝徐庆华抛去。徐庆华猛地睁开双眼，身体往旁边一躲，剑从他刚才站的位置穿过，飞入屋子，直接刺入倒下来的横梁上。看着摇曳的剑柄，徐庆华脸色不是很好。不是不躲吗？我只想知道事情的真相，还有是谁要杀我？我就知道骗不过少爷。王爷为什么死，其实少爷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但谁要杀你，我也不知道。少爷若是想知道，可跟我去一个地方，到了你自然会知道是谁。为什么背叛安平王府？少爷，你别问了，我知道我欠安平王府，我下辈子会还的。你想知道就跟我走，你不想我也不为难你。说完，转身纵身一跃，越过一旁的矮围墙，瞬间不见了身影。许无厌转身离开，并没有跟上对方的步伐，他没有打算冒险。许庆华分明故意想引诱自己过去，指不定前面有什么陷阱在等自己。而也就是他转过身准备出去的时候，忽然从外面抛进来一团冒着浓烟的稻草。许无厌意识不对，立刻捂住了自己的鼻子和嘴，但还是迟了一步。他吸入了2口，头一晕，整个人不受控制的一头朝地上栽去。我就知道他不会轻易上当，可惜啊，他还是嫩了点，低估了旁人。哼，他的反应你倒是猜得准。怎么说，我也是看着他长大的，自然是有几分了解。慢着，人我已经帮你们抓到他了，那我的人呢，在哪儿？你把人给带上，到了目的地，我主子自然会把人还你。你没骗我吧？你们不会过河拆桥吧？哼，你觉得你现在还有反悔的余地？徐庆华，你现在就是一个过街的老鼠，讨价还价的资格都没有。扛起他，跟我走。被扔到马车上的徐无厌慢慢睁开眼睛，看了眼前面，随即又闭上了双眼。林默提醒过他，这一趟会有危险，他不可能不多个心眼儿，所以当时他就给徐峰留了密信，让他去查徐庆华。原来徐庆华早就成亲生子，而他的妻子儿女在他爹出事的前几天被人掳走，这就是徐庆华背叛他爹的原因。徐无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，躲在暗处的老鼠懂得如何抓住人心，那他也一样，他们会威胁徐庆华为他们所用，而他也可以。随着外面的声音逐渐减少，这是出了城？那徐平贵他们跟上来了吗？马车终于停了下来，徐庆华把他从马车上扛下来。徐无厌双眼露出了一条缝，打量着眼前的宅子。这宅子很大，很豪华，不对，若有若无的血腥味儿。忽然他就被扔到了地上，紧接着双手被人反抓，绳子在他手腕之间拖拽而过。不对劲。徐无厌睁开眼的同时，身体用力地向后撞去，想绑住他的人直接被他撞翻了。随后他向左边一滚，双脚落地，腰腹一个用力，人直接站了起来。少爷，反应能力不错呀，好身手。这些人是你们杀的？是我们杀的，但世人都会认为是你杀的。少爷，这是我送你的大礼，喜欢吗？徐庆华想到了林默之前跟他说过的话，他进了鲁阳城会蒙受不白之冤，他的话应验了。所以这些人的领头是你？这一把自己棋差一筹，输了。我爹的死也是你的杰作吧？我没想要你爹死，但你爹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事情，所以他不得不死。你爹临死前写了一封信给你，信在哪儿？你把信给我，我可以保证你死后你2个妹妹会平安无事。哼，你觉得我会相信你的话？
怕是你拿到你要的信，我和我的2个妹妹会死得更快。他爹待他如兄弟，而且30年的感情啊，他都能毫不犹豫地出手陷害他爹。我知道你不会信，但你也别想有人来救你了，你的人早被我们甩开了。徐无厌，10几辆一模一样的马车，分别跑向不同的方位。你说，就凭徐平贵他们几个，要找多久才能找到这里啊？所以徐峰查到的资料也是假的了。你到底是谁的人？你是对方特意送到我爹身边的，所以我身边是不是也有对方送过来的人？你果然比你爹聪明，竟猜到这个。你说的没错，我自小就被送到你爹身边，目的就是监视你爹。30年了，这么多年下来，我早把你爹当兄弟。说实话，他若不是多管闲事，查到一些事情，我也不会对他出手。交出来吧，交出来，我让你死得痛快点，别连累你的2个妹妹。我爹瞎了眼，你确定我真的会连累我2个妹妹？我知道你聪明，但你应该也知道双拳难敌4手，在这里你能用的人也少吧？我能再问个问题吗？这是谁的宅子？你们屠了他满门不说，还栽到我头上。我猜这人应该和我徐家关系匪浅，而且还在朝中担任重职，是不是？我都说了，你比你爹聪明。没错，秦阁老的嫡亲弟弟。你说你杀了他亲弟弟一家的消息传出去，秦阁老还会为你家的事情奔波吗？他可是唯一相信你爹的人呐！啊，你还真狠。好，徐无厌，你不愿意拿出来，那就只能去死了。等你死了，我再杀光你身边的人，这信也就不重要了。黑衣人手中的刀剑全朝徐无厌砍去，去把人给解决了。2人点头，拔剑攻向徐无厌。徐无厌，你别挣扎了，你逃不了的，何不死个痛快呀？徐无厌，别挣扎了，认命吧，我给你一个痛快。甚至你2个妹妹，我也会让他们死得痛快点儿，不然别怪我心狠手辣，虐够了他们，再杀了他们。是吗？怕是你没这个机会。他怎么来了？而这宅子的大门在林默的猛烈攻击下，终于不堪重负，咯吱一声开了。他把木头当武器，一个横扫，木头所到之处，凡被撞上的人纷纷被撞倒在地，口吐鲜血。少夫人威武啊！这一招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。一旁的徐庆华黑了脸，这些人怎么来得这么快？该死的废物，不过是阻拦几个人而已，这都做不到吗？再来啊，我保证不把你撞死。你没事吧？有事的怕是你吧？瞧瞧他身上的伤，但心底却松了口气，能跑应该伤得不重，没有必要找神医谷的人。是有事，他还撑得住。说吧，你背后的主子是谁？你是谁？我夫人。她就是那个2嫁的寡妇，扫把星。如我妻子，你找死！你居然紧张一个寡妇啊！徐无厌呐，你之所以会娶的，不过是那位为了羞辱安平王府而已呀。没想到你呀，竟把一个寡妇当宝贝。你还真是个天大的笑话。林默手一伸，抡起木头，同时快速地把手中的木头朝他砸去。我夫人好暴力啊，好喜欢。还敢瞪我？怎么，被砸一次滋味不够吗？还想再来一次？行，我这就成全你。你放心，我保证砸不死你。我寡妇怎么了？我2家又怎么了？吃你们家米还是花你们家钱了？关你屁事啊！再让我听到一句唧唧歪歪的话，我把你砸成肉酱。夫人别气，不值。娶妻当娶贤，我妻子很好，我很满意。2婚又如何？就冲她对我不离不弃，就比这世间所有女子都要好。所以对你们来说是羞辱，但对我来说却是庆幸。我很庆幸嫁入安平王府的人是她，而不是别人。不离不弃，他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啊？谁要听你说这些？你刚才的话我还你，
想痛快点不受那么多苦，说吧，把我想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。他们谁也没想到他竟然会是叛徒，一个他们往日尊敬有加的长辈竟然会是叛徒。徐庆华脸色一沉，双眼犀利地盯着四周，正想方法突围的时候，背后突然一疼，他痛苦地扭过头。为什么？主上说了，任务失败，全部死。主上怕你苟且偷生，让我送你一程。话一落，他举起手中的匕首，直接朝自己脖子划去。另外一个黑衣人也举刀抹了自己的脖子。大业禁止养死士，是谁在暗中培养死士呢？他是谁？他根本就不相信你，不然也不会让人对你出手。这样的人，你确定还要替他隐瞒身份吗？我不会背叛他。说完，气绝身亡。到底是谁布了这么大的一局棋？若在30年前就已经开始布局，那这人的年纪最小都在45往上，位高权重且符合年龄的。快，都快点，就在前面，秦家满门被杀，快进去抓凶手！都给老子快点，别磨磨蹭蹭的了，快，别让凶手跑了！我们快走，从后院方向离开这里。大人，秦家真的被人屠了满门，都是死人。快，别废话了，赶紧去查看，看看还有没有活口！快呀！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你听，是不是有小孩子哭的声音？会不会是你听错了？你是不是把风声当孩子的哭声了？这孩子怕是这秦家的遗孤。夫人，走吧，我们要尽快离开这里，官府的人就快到了。秦家还有遗孤，我不是坏人，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跟我们走，我们安排人把你送到其他亲人身边；二，留在这儿，等官府的人来之后，你跟他们走，但他们会不会伤害你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你立刻做决定，我们时间不多。秦阁老是你的谁？大爷爷。我叫徐无厌，你要不要跟我们走？我以安平王府的名誉发誓，我会让人安全的护送你到你大爷爷身边。小孩缓缓站起来，而且朝林默伸出双手。快走！没过多久，林默一行人出现在了距离秦家宅子不远处的一处小山坡上。等他们回头，发现不远处的秦家宅子燃起了熊熊烈火。林默愣住了，所以这纵火的是官兵。这些官兵难道和那些黑衣人是一伙的吗？不对，他们的首领和黑衣人勾搭在一起。不清楚。爷爷，你安排几个可靠的人，找一辆马车，送他去京城找他的亲人。你不能送我去吗？我大爷爷会报答你的。这个恐怕不行的，我们被皇帝判了流放，所以没有圣旨，我们不能回京。一旦我们往京城方向走，怕是脑袋不保，而且还会连累你，所以我只能安排人送你过去。好啦，我们在这里等着，等马车来了，我就让人送你离开。我怕，我想跟着你。你可以让人给我大爷爷送信，让他来接我。夫人，可以让他跟着我们，等他大爷爷派人来了，再让他跟着秦阁老派来的人走。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他们在流放，不是游山玩水，这一路吃不饱睡不好，而且随时会有危险，根本不适合带孩子。你叫秦元丽，对不对？秦阁老也不是你大爷爷，而是你的亲爷爷，你是他第二子的遗腹子，因天生不足，所以你右腿微跛。你出现在这里是想到神医谷去求医，对吗？秦元丽的脸瞬间变白，瘦小的身体忍不住抖起来。他没有想到竟有人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他们会不会抓自己，威胁爷爷为他们做事呢？你吓到他了，别怕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你愿意跟我们走，必定是听过安平王的为人，不是吗？爷爷说过，安平王是个英雄，是个可以信赖的人。所以呢，我们安排人把你送回到爷爷身边，怎么样？我不能回去，姐姐，要不你送我到神医谷吧，我要把腿治好才能回去见爷爷，我不想爷爷被人嘲笑。神医谷，所以这神医谷是怎么也绕不过去了是吗？或许这就是命吧。好，再走3天就会到神医谷，我们把他送到神医谷去。另外你也写封信，把这边的事情告诉秦阁老，免得他担心，同时让他安排一下他的心腹过来照顾他孙子。还是夫人想得周到，这件事我会安排好。他夫人就是聪明，你这伤是不是应该处理一下？还有衣服不能穿了。所以劳烦夫人了。许无厌掏出金疮药递过去，
林默怎么有一种自己给自己挖坑的感觉呢？林默让徐无厌坐好，给他敷药。徐无厌跟他说起今日的事来，等到说到对方有安排人要对他的2个妹妹下手时，正在给他敷药的林默手一重。好痛，这算不算谋杀亲夫啊？徐平贵，快一点！若真的有人要对徐宪瑜他们下手，而和他们在一起的他娘和弟弟肯定会有危险。好，少夫人你坐稳了。徐平贵点头，手中鞭子狠狠地甩向马背，马吃疼，跑得更快。你先别担心，我已经让徐峰他们先赶了过去，而且我也安排有人暗中保护他们，不会有事的。我怎么可能不担心？你就算安排有人暗中保护，但如果他们派去的杀手多，我们这边妇孺多，很难顾得了他们的周全。抱歉，都怪我，连累了岳母他们。这事不怪你，若怪只能怪他们心狠手辣。林默摇了摇头，没有迁怒徐无厌。风险与收获是并存的，他们母女3人不可能只享受徐家带来的庇护，而不承担徐家有可能带来的风险。现在他只希望他们没事。回到驿站的时候，天已黑。嫂子，这让后面下来的徐无厌酸了。不管是小舅子还是他的亲妹子，他们眼里只有他媳妇儿，没看到自己。你们都没事吧？姐，哪来的小孩？怎么也喊你姐姐？嫂子，这小孩好漂亮，好可爱，粉嘟嘟肉乎乎的，想捏一把怎么办？路上碰到的，搭了一下他的便车，他胆子小，你们别吓到他。夫人，你先带他们进去吧，我去找下老魏，说一下这事。什么情况？这林默怎么带回一个小孩啊？瞧这孩子的长相以及衣着，一看就不凡，应该是大户人家的孩子。嘿嘿，这孩子不会被林默拐来的吧？你们胡说什么？他们也都是自身难保，谁会这时候拐孩子？拐来做什么呀？拐孩子吗？不错的点子。他们跟着我们，姐差那边会同意吗？娘，没事的，徐无厌已经去找他们说了。柳英顿时放下心来，伸手抱过秦元丽，然后给他拿今日买的点心。徐梦贤也围上去逗着秦元丽玩。你们回来的路上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？有，可吓人了，不过化险为夷了，这还得多亏了林硕可厉害了。姐，有人要抓徐家2个姐姐。随后林硕便把当时的情形说了一遍，对方一上来就要他们交出徐宪瑜姐妹。徐平山自然不愿意，他把马车交给林硕，让他赶马车带他们先走，而他留下来拦住黑衣人。就算徐平山下去拦他们，但他们还是很快再次被黑衣人追上。而就在黑衣人把马车包围的时候，从其他地方冲出3人，他们拦下了黑衣人。可黑衣人太多了，徐平山他们就只有4人，4人也只能守在马车的周围，不让黑衣人靠近，但是想离开很难。负责赶马车的林硕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，紧张的不行，他只能本能的死死抓着马的缰绳，不让马受惊，导致马车翻车。其中一个黑衣人突破了包围圈，一剑刺中了马脖子，马嘶叫了几声，疯狂冲了出去。没跑几步，马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，而马车也失去控制，直接翻车了。摔飞出去的林硕立即从地上捡起一根粗大的木棍，恶狠狠地朝举剑冲来的黑衣人打去。被打中的黑衣人直接倒飞出去1丈远。对了，他力气很大的，他可以保护他娘还有徐姐姐他们，他答应过姐姐的，要保护好他娘。嗨，来啊，我不怕你们。他姐说一力降十会，他有力气，他可以的，他可以守护好家人的。嫂子，你都不知道林硕有多厉害，特别是他把抱着木头另一头的黑衣人给举了起来，又砸下去的那一幕，你不知道林硕有多酷，也是这一把直接把黑衣人给吓破了胆儿，不敢再恋战就跑了。我猜他们估计是没见过力气这么大的小孩。